Hello， 大家好，我是 Hank， 很高兴大家购买 Jumbo Mind Entanglement 这项作品。这套作品呢是以经典的 ESP 配对流程所制作出来的明信片版本。那我在配对流程上面已经钻研了6年之久，至少演绎过了上千次。在我的流程里面，我会详细解释所有会发生到的状况，还有应对的方式。我运用了大量的话术、肢体动作、心理学，然后让观众可以获得到的感受比以往更自由，配对会更随机，以达到一切都是观众决定，魔术师什么都没有做的错觉。另外，我这边有许多的实战影片，如果有需要，欢迎私讯我，或是加入我们的官方社团，我会完整的提供给大家参考。谢谢大家。好，首先呢，大家收到之后呢，会有一个这个包装盒，打开来之后，里面会有10张的明信片，而这10张明信片呢，它后面呢，它都会有分别有不同的记号。那我现在呢，我先把它有用不同颜色去做一个区分。那它的记号呢，会是在哪一个位置呢？大家拿到之后会发现，这边会有4个角落，一个是有飞机的，一个是正方形框框，一个是写字栏地区，跟一个是空白处。那你们会发现呢，这4个角落会有三角形，有一个蓝色的三角形会分别在各一个角落。所以如果今天是飞机，就是靠近三角形这个地方的话，会是日本富士山。那如果你的三角形是靠近写字栏这个地方的话，那就会是金字塔。然后邮票地区靠近这个三角形的话，会是杜拜。空白处靠近三角形的地方呢，会是自由女神。那最后比较特别的是，4个地方你都看不到有三角形在各个角落的话，那它会是罗马竞技场。那我们这个道具的设定啊，以及使用方式，我们额外的有让这个包装盒它可以独立成为一个展示架。你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把所有的明信片放到这个透明塑胶片里面去做一个展示。当然，如果你这样的话，它会倒下来，所以呢，你们可以额外去买一个东西呢，是一个有点像是书架的产品，像这样子。所以你们在舞台上面就可以把它立起来，直接让观众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A 跟 B 所对应到的图画，那个明信片的长的样式会是如何的。好，以上是我们教大家这个简单的一个记号以及使用方式，谢谢大家。今天呢，我要来让你呢体验一下一般人类的直觉能力到底有多强。那我们站到这个地方，今天是由你呢来完成这一段魔术。首先我这边准备到了几张明信片，分别有，大家知道这是哪里吗？人家讲富士山了，你反应再快一点。第2个，杜拜。第3个，罗马。第4个，埃及金字塔，然后跟自由女神。所以我们这边总共会有相同对应到的各5张的明信片。朱先生，你可以决定你要选这一叠还是这一叠都可以，无所谓。好，拿过去交给他。那朱先生，你帮我一个忙哦。身为一个魔术师啊，你要先找一位观众，你想选谁当你的观众？那一位观众坐在台下就可以了，你挑。笑笑的这位，女性旁边这位先生，好，你坐着原位就可以了。那朱先生，麻烦你到这个地方，帮我把手上的明信片转过来，打乱它。打乱到什么时候呢？这位先生，你随机在一个地方喊停，我们2个人就会停下来。那如果你不喊停，我们会起到5点钟哦。好，这个地方，朱先生，你先确定一件事情，你手上是不是有1、2、3、4、5张牌，5张明信片，没错吧？好，全部合起来。你刚才习惯过，那位先生随机喊停了，对不对？我们把第1张放在桌上，所有的过程都是你们2个人自己决定的，对吧？好，朱先生。我一开始放了一张是一个罗马的明信片，你把你的明信片拿起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哦，我知道这个掌声稀稀落落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们觉得我可能可以操控某些事情，所以我们让这位观众
这4张凭你的感觉随机点一张，我们就用哪一张？这一张吗？对，确定哦。好，我们把它移到台上。朱先生，凭你的感觉，随便的从你的明信片随机抽任何一张，抽出来啊，盖在桌上，不要让其他人看到。好，你可以决定要不要换，或是不换都没关系，随机换也可以，凭你的直觉，因为你今天是有能力的人。好，随便在从牌中间抓一张，再换下去就可以了。好，要不要再换？不用。这张牌不换，对不对？对。剩下3张，对吧？对。继续洗乱，洗到什么时候呢？一样，这位先生随机喊停，我们就停。好，这个地方我就直接放下来，凭你的感觉随便放一张下去。一样，我每一次会问你要不要换。不用换。剩下2张，对不对？这位先生的左手边，这位先生换你了。我们在洗的过程，你一样随时喊停，可以吗？好，这样子吗？好，一样放下去。最后一张盖上去。所有的过程都是我先放，你才放的。每一张牌呢都是不一样的状态，对吧？对，对吧？对。这位先生，我们移到前面来一下。我先问你，一样要不要换掉桌上的牌？不用好。确定，所有过程都是你们自己决定的，我没有强迫你们做任何事情，对吧？不是，我先问一下各位你们还活着吗？各位你们还活着吗？还活着。好，我们来移到这边，来到这个地方。好，我们先打开第1张牌。好。哇！哦！等一下，要不要换掉桌上的牌？这边吗？就随便你，或是换我的也可以，要吗？好换。换我的。这位先生，随机点一张。这张。好，那就移上来咯。好。所有过程都是你自己决定的，我没有强迫你做任何事情，对不对？对。第1张牌，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第2张牌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最后1张牌也是一模一样的。Yes， 让我们掌声谢谢我们的苏先生，谢谢。好，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教学运用。首先呢，这边的这个画框啊，画架会放在这个舞台的正中间。再来呢，我会请观众呢把手上的牌那个明信片呢把它打乱，洗乱完之后，你要按照一般的基础流程来去做操作啊，观众可以随机的喊停，在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啊，观众随便喊停，停。好，那这时候呢，好，随便喊啊，停是停我的吗？都停，都 OK。这时候呢，我会先放一张，观众直接放一张下来，我会看他放的会是哪一个。那我现在有做那个颜色会比较清楚一点。那你自己在看的时候，必须要去看刚刚教学有讲到的4个边会是在哪一个位置。我看完之后呢 ，OK， 那我想要问一个问题，那在这个混乱的情况下，你是如何去看呢？停完之后，因为我会先放好一张 ，OK， 好，所以停完放的时候你会看，我放完在桌上我才会看 ，OK， 它跟一般的竞剧版本比较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在舞台上场地位置比较大一点点，那你如果一直这样盯着看，其实会比较明显，所以通常我会是直接放好，观众随便放一张放上去，所以理论上不太会。第1张不太会中，那如果中了，基本上第1张是等到2个都放之后，我才会去在桌上看。对，我还是才会在桌上去看，说到底是它是属于的哪一个，我才可以继续进行接下来的这个动作。然后这时候我看完之后呢，我去寻找我手上的跟它相对应到的那个明信片的时候呢，当我看完之后，我就说，那你现在凭你的感觉，你可以随便放任何一张都可以。所以当我放下第2张，请他放。下面随便一张，这个逻辑会是走魔术师先放，对，魔术师先放，观众才会放。OK， 好，那我现在放第2张。那你在这个过程，你可以跟观众说，你刚刚自己决定好你自己放的，我没有强迫你做任何事情吧？你讲这些话的理由是为什么呢？你要再去自己要有时间去看他放的那一张到底是什么，你才可以去找到相对应到的那个相同的明信片。所以当我看到完，然后尽量就是在台上，就像是废话多一点嘛，就你自己决定嘛，对不对？然后大家都有看到嘛，我没有强迫你嘛。然后看完之后，我再放下下面那一张，请他随机的再放任何一张都可以。
所以呢，这时候我会放第3张。对，第3张。好，它随便放。好，这时候会遇到一个状况，像是它刚随机放完之后，如果遇到的是你手上会有2张牌的版本，我们可以参考一般小张牌的版本的那个双手模式。双手模式。但这个双手模式呢，比较注意到的是，你不要去做面对面的这个，因为这个画面就很难用，很难去处理。你尽量呢看完它是比如说左边是红色，你就要把你左边这张明信片移到红色。那因为这个在舞台上，就是尽量在舞台上调成左手对左手，右手对右手的模式嘛。没错。那你这样子移完之后，你可以是放完之后，你看完你自己移，你可以自己决定你哪一张牌要先抽嘛，哪一张明信片要先抽。所以弄完之后就是叠在一起，你就选择左手要拿上面的牌，还是拿下面，还是拿上面的明信片。所以这时候抽完之后，就跟观众说，你自己决定打开第1张，左边这张，打开右边这张，会完全一样。这时候呢，好了之后，你就会回归到你的这个配对完了，就可以把它放回这个放进盒子里面。对，让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这时候呢，桌上的这几张明信片会是我的最下面，会是它的最上面。那我在演这个时候呢，我会用一些肢体动作去移底牌，因为如果你单纯这样移上会被观众发现嘛，所以我会往前面移动之后，跟观众讲一些话。我没有强迫你该做任何事情。当我回过头来，我背对观众的时候，我把那张牌移上来，所以大家不会看到的画面是我在后面我把牌移上来这个过程，但是我也可以假装那边是观众，然后对着。好，我假装这边是观众，假设这边观众，我就说，刚刚我没有强迫你做任何事情，对吧？好，那我就会回到桌子旁边，然后再转过去。这时候我就已经把我的底牌移到最上面来了。这时候移完之后，请观众打开第1张最上面拿下来，其他放进去。第2张拿下来会是一样的，跟最后1张也会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在我们明信片这个版本呢，基本上会遇到的突发状况会比较少一点，基本上全部都会是以基础流程来去做完成的。那你可以在舞台上面用转身、侧身的一些动作来去演示你要把牌位移的这个状态。再来就是比较重要左右手这个部分。那以上就是我们明信片的教学。Hello， 大家好，我是 Hank， 我是 Joseph。大家好，那这个道具呢，如果大家有买我们其实有另外一个版本是小张牌的版本，扑克牌的版本，对，扑克牌的版本上面也是跟这个一样是风景的景点，但是这个呢，我们除了把它变大之外呢，还把它做成明信片的样子。对，为什么呢？理论上来说啊，就是因为我想要在舞台上变配对的魔术，然后如果单纯把卡片移过来，然后牌背也是卡片的话，我觉得可能有点太无聊一点。然后刚好想到因为是照片嘛，然后就搭配明信片，然后再想了一些记号的方式。那我觉得它也是可以用在一个流程里面，你的包装故事包装啊，我去每个国家啊，有选到一些好看的明信片啊，然后开始去做一些配对的流程这样子。对，那其实把 size 变大的这个呢，我们其实很久之前就已经有尝试过了，但我们那个时候表演的时候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演完之后啊，这个东西就是可能放在桌上，所以其实观众没有任何的画面可以去，但其实效果还是好的。如果效果其实也 OK， 即使没有这个也 OK。但多这个好处就是你配对完之后可以摆在这个地方，观众是可以看的。那最后当你演完之后呢，东西留在这里之后，如果这个时候你有人拍张照，至少这边还知道说这边是在干嘛，不会只有桌上一堆躺平的东西，然后两个人在那边不知道在干嘛。所以我们特别设计了我们这个包装盒，它是就除了包装之外，还有合并它那个在舞台上面的一个展示架的一个感觉，这样。没错，对。那关于这个魔术的一些细节啊，我相信大家光看完前面的教学，可能还有一些问题。对，那因为前面的教学我们基本上是讲一个基础的一个方式跟流程。对，那这边呢，我会用提问的方式，再让大家知道一些细节。对，那例如说呢，因为其实这个比较大张，你很难在舞台上面，像我们如果你们看小张的版本，那没看也没关系，但是你会发现呢，以这个流程来讲，我们是很顺的，基本上就是请他放啊，我先放，然后再来就请观众放，再来稍微讲一些有趣的话或者一些问题之后，就是我又再放，又再请观众放，基本上是这样子。但是其实还是可以有一些变体跟一些内容比较，比如说让观众觉得再更随机一点的方法。
好，现在呢有另外一个辩题要跟大家讲。那我们把明信片洗乱完之后，我先放一张，观众随机放一张。这时候你可以问观众说你要不要换，或者是问台下的观众有没有谁想换他的明信片，或是换我的明信片。这样子就有几率呢，会让我们的第一张明信片会是完全命中的。没错，因为不管换他的或换我的，反正不一样，两个都是一个几率。对，那假设换了一次还是没中，那我们就会直接进入到基本模式，我们就不要再问观众要不要再换，或是你要不要换我的。就我觉得在舞台上面你讲太多这个话，会让观众会有点烦。对，而且会觉得你是不是在强迫我做什么事情？你是不是很想要我换？不换不行。对，所以通常我在舞台上不会讲那么多事这种状态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是按照正常的辩题去做处理。你看它放的是什么颜色啊？我现在是看颜色啦，然后我就会放下第二张，请观众呢任意的放一张。好，那如果我今天观众放下是也是不一样的，我手上还有的话，那我就继续用基本模式去做处理。那主要看你这个流程的故事包装。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不然如果单纯只是这样的话，可能会有点无聊。所以你可能要想一个属于自己的，比如说我去旅游的时候的话，干嘛之前遇到什么状况啊，去做这样的处理，这样子。如果在舞台上遇到了2张就已经中了呢？这边这3张会怎么处理？好，那如果现在的状况是这2张我们前2张已经中了，就是顺序对调而已。那这个情况下，舞台上应该有别的处理方式吧？对，舞台上的话，我会把这2张拿起来，说，请你把剩下3张放在桌上，拿起这2张就可以。那我们站到这边要做一个交换，对，交换，那站到前面去。然后我们就要处理到的是刚刚一开始我有讲到的双手那个模式。那你在做双手模式的时候，你要先看好他的左手放的是哪一个明信片，右手是哪一个。弄完之后移到这个地方，那你刚才决定选好这2张，对不对？把左手举起来，就是你直接用你的指令，而不要用问问题的方式，你直接用指令说，好，现在把你的左手拿起来，会是一样的，右手拿起来也是一样，指令明确。对，指令明确一点，这样就可以回到这个地方，请他把它放进来。好，请他把它插到3张，就是回到一开始的那个最一般基础模式这样。不管怎么样，你回到就是基础模式。你只会有基础模式跟双手模式在这个流程上面做运用的，因为你在台上没办法就有太多那你抽一张干嘛之类的，这样会太多，会让观众觉得要刻意在做这些事情。那关于在舞台上偷看 pick 的技巧，有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分享？有没有什么可以更方便？因为就只有在桌上这个时机看嘛，还是有其他的时间点？其他时间点呢，你可以请观众，就如果你是个很会就画很多的表演者的话，因为你最后洗完，你一定会放在手上嘛。然后我有时候会这样，说，你站前面一点，或是你帮我移过来一点，站中间，让大家看清楚。好，让大家看清楚。这句话是让你看清楚，让你看清楚，说观众手上的那张明信片到底是什么样的图案啊之类的。对，就是你稍微移动观众，因为观众不知道要怎么站，所以这个时候是要看观众的手上。对，你要看观众手上，然后你要稍微把它移过来，说，过来一点，过来一点。这样大家还看得清楚，但其实你在看他手上明信片的记号这样子。对，主要都是用这种肢体的动作来。所以基本上有2个看法，一个是直接看桌上，没错；一个就是看有没有时机点可以去看观众手上，没错。看观众手上的目的是为了要预判下一张吗？对，预判下一张，就主要你要看你下一张，或是你有没有中到第一张。所以基本上会看到手上应该是先看完桌子了，然后再预判下一张。对，没错。Okay, 理解。好，所以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们的明信片的一个流程补充的一个教学这样子。OK， 有任何问题一样可以加入我们的官方网站或是私讯我们公司。对，好，谢谢大家，祝你们表演顺利，拜拜。